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海上霸权哦。首先是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这个修建厂现在倒闭了，所以会导致什么问题呢？10艘的航母接下来如果坏掉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做维修的，尤其杜鲁门号都已经坏了8个月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大陆的核航母哦，这个004终于是开工，我们等一下会来做它的战力上面的关注之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另外一个是大陆的水桥巨舰正式的亮相了。外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简直是重现诺曼底登陆的景象，代表3次世界大战正要开启吗？等一下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来特别做关注。真的，美国海军这一回是出大事了。刚刚提到的嘛，唯一一个在美国能够制造蒸汽弹射还有修理的这一间公司，正式的宣布破产而且接下来会停止营运。什么意思呢？就是10艘的尼米兹级的航母的弹射系统维修线等于全部都停止了。尼米兹级的航母未来如果坏掉，要去哪里修呢？现在画上一个大问号。尤其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杜鲁门号。今年2月的时候，在地中海不慎遭到商船给冲撞哦，导致舰体破洞。但是呢，现在根据了解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维修的，一直要到2026年的10月才能够进场，才能做维修跟这个开启它的维修系统。再来看到的是，除了尼米兹级的航母现在维修出问题，福特号呢，现在呢我们也要看到它有一些的问题也出现了。即使是换上了电磁弹射，但是也是很多的问题。目前它已经实施过超过2万次的弹射，3万次的着舰测试，平均600次会出1次故障。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到非常的高，但是目标是4366次的零故障，这个数据真的还是差太远了。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还能维持在全球的战力吗？尤其如果它的航母无法做维修的话，委员怎么看？这一家专门在做蒸汽弹射器的公司叫 Babcock 就是翻成巴布科克这家公司在19世纪成立，是一个很老牌的做锅炉做核子反应炉然后它目前是宣布破产、停止营运，可是被另外一家公司接管所以目前营运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不至于到完全没办法修了，对，没办法提供服务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它这个会被视为破产倒闭啊？它的股价本来还在30块美元，这2天已经跌到1块钱了。跌1块钱。哇塞！不是黄金还好，还好没买。所以跌得惨兮兮，几天1个礼拜而已就跌了1块钱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生意。那为什么没生意呢？因为美国现在在做的所谓的那些核子反应炉都比较新型，它是旧型的。然后美国即使说要做航空母舰的弹射，现在以后通通改成电磁弹射，对，已经没有人改蒸汽弹射了。所以它订单没了。订单没了以后，现在美国要做的这些什么蒸汽炉锅炉它也没有什么钢铁厂，也没什么造船厂可以去弄。它本来就是做这种很重要的航母里面的零组件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有没有做航母也就是甘乃迪号做了，跟它没什么关系所以是因为生意没有了，那很自然的每天都花钱，就出现问题。那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比如杜鲁门号，前几天那个伟大的总统川普还在前面演讲，就用一个布盖着遮羞布，面膜，好像比较好听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回去没有船坞可以修，第二个很好笑，他回去没有焊接工人可以修，第三个里面要改很多零件，他零组件送不上来。所以有的地方已经修补了，但是被撞坏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办法修补，但是已经开出来说耀武扬威了嘛那我们就面对一个很现实问题，好吧？你不用蒸汽弹射的供应商已经破产，现在破产保护了重新要去营运，可是你电磁弹射的效能也很差，它电磁弹射的那个损伤率还不到。效率还不到中国的2%，还不到。你看嘛，这个600次1次故障，对，那不是开什么玩笑？而且更惨的，F-35现在还没办法上舰去电磁弹射这个才离谱。现在他谈的都是什么
那个什么 FS8啊之类的东西，那你不是用逆中战机要增加你战力吗？一个最新的航母没有办法弹射逆中战机，而且更惨了，比较重的预警机它也还没办法弹射。所以美国这一次的福特号的缺点啊，很可能在下一次的甘乃迪号才会全部更正过来。但这整个系统就表示，第一个，美国的制造业整个系统坏掉了；第二个，美国的国防部的管理人员有问题了。为什么政客换来换去？有些国防部长根本搞不太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管理一个很现代化的航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比较，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海上战力。这边是美国的航母，现在其实在各种的问题上问题很多。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航母，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2个，第一个是福建舰，那另外一艘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004的核动力航母。好，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福建舰。其实呢，2024年5月它开始做首次海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关键的弹射试验，不到1年，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有多项重要的突破了。这个是来自于福建舰，另外就是它的这个004核动力航母了，确定在大连造船厂已经动工了，排水量11到12万吨。搭载的是龙威反应炉，航程几乎就可以达到无限哦。那电磁弹射之外，它拥有的设备还有这个全尺寸的飞行甲板。那专家也这边做了一个透露，说未来中国的目标是2035年之前要打造6个航母的战斗群，其中有4个是类似的，就是核动力的航母。赖老师怎么看？大陆的已经正式进入蓝水强权了吗？当然是因为。从习近平宣布啊，中国大陆不只是一个陆权大国，更是一个海权大国啊的时代开始，中国大力的发展航母战斗群，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也必须要走的路啊。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大陆是同时具备陆权大国跟海权大国双权的一个国家，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美国是一个海权大国。可是美国绝对不是一个陆权大国，是，但中国大陆却是啊，这个不简单，而且中国大陆的人口基数够啊，例如说14亿人口，它只要它的人均啊这个国民生产所得一直升高，你想想看，如果说假设今天大陆的人均那个国民所得它是3万块美金，假设了，那就等于是美国人的1/2而已哦，美国如果说是6万，大陆只要是3万，可是14亿人口。美国的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就比美国多2倍到3倍，那中国大陆的整个国家的总预算那就比美国多5倍左右，那不得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这个当然你以后 G7 所有的世界的总和可能都不到中国的1半，是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中国很有可能已经就是说中国已经注定要成为，如果它的政局稳定。经济继续这样子一个5%的左右的一个发展，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的第1强权的情形下的时候，你说它的海军6个航母战斗群可能都不够用，因为它会随着它的一带一路走到哪里，它的航母就要发展到哪里。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核动力的航母这么快。原本我们的估算是认为说，第1艘的辽宁舰。华跃式的，所以他根据第1艘的经验，那么自己做出山东舰也是华跃式的。那中国大陆第3艘是电磁弹射的，可是是常规动力的。对。但是第4艘一般来讲，如果也是这个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那它就是很稳健，可以再复制1艘，甚至吨位大一点。可是没想到说会用核动力。用核动力的话，它的吨位就可以拉大了，因为一旦采用核动力了以后啊，它的这个核燃料棒50年才更换1次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刚好您刚刚所讲的，它的动力系统，那就是等于是无限使用的。如果一个航母的动力系统可以无限使用，它的补给舰就不用燃料补给舰来去跟随了。过去你看，不管是这个辽宁号或是到福建舰，它是用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所以它的燃料船要跟在后面走，因为它的燃料用完了以后要补上去，所以它的这个补给舰本身的维护跟负担就很重。
但是，一旦是核动力航母的话，它根本上就不需要这个燃料船跟着走了，只要补给舰跟着走。那你想，如果说大陆制造出6艘的话，对，6艘的航母，2艘在维修，4艘就有战斗力了。即使它训练舰，它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为任务舰。所以它等于是确保有4艘的任务舰可以执行勤务。一般来讲，在一个小战区，在一个战区，2个航母战斗群足够应付一场战区的一个战争。那你想想看，4个航母，它可以同时进行几个区域的战争。是。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陆的海上战力，有关于大陆的航母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型的登陆驳船，同样是来自于解放军的最新的这个武器。那这一次被拍到是来自于英国的《太阳报》，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上一次呢发现它的时候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这一次根据了解，它是有在动的，有在前进的。所以说他们说呢，这个装备已经越来越成熟，甚至具备于实战的能力哦。这是来自于英国《太阳报》的说法，并且他说大陆现在正在建造的是5艘同型的，这个叫做水桥登陆的驳船，上面有一根一根的，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一下可以请将军来特别带我们解析。那总体来说，它是具备一天可以登陆800辆的战车跟装甲车的能力。太阳报是这样形容哦，他说这种大型的驳船让他想到的是1994年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可以来做相提并论。它的主要战力还有它的船速啊、载重等等，请将军来带我们看细节。你知道2栖登陆作战倒不是说是我担心的，倒不见得是075和076071这种2栖登陆舰，这种来讲只有第一波的战力。那最担心的是后续持续的战力。因为一个士兵身上最多只能带150发的子弹，4个弹夹加枪上5个弹夹，1个弹夹30发，那你打完就没有了。如果后面的弹药没有送上来，你就没有。那阿兵哥也要吃饭了。所以说通常第一波上去，我们讲红色沙滩是指讲这个沙滩的坡度是30度。为什么30度呢？因为30度的话，这种开口笑那种船，我们叫 LST 就贴上岸以后，它甲板放下来，刚好就在岸边。战车、卡车可以持续的上岸，但是这个船如果说是第一波的物品放下来之后，它这条船还要再退回去装载第2波的物资才能够送上来。所以如果说没有持续的后勤补给或者重装备上岸来讲的话，这个登陆是一定会被推到海里面去的那诺曼底登陆大家都只看到滩头那边，但是你知道从英国他们拖了一个浮动码头，直接拖到诺曼底去。那让用这个浮动码头，让所有的货轮可以靠这个码头以后，将它的战车、将它的补给品、将它的卡车，然后上了这个码头后，才能源源不绝给登陆部队来做后勤补给。那我们现在举例来讲，如果说第一波登陆上去之后，大概你顶多只能建立一个我们所谓滩头堡在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夺取人家的一个港口。你有了港口之后，你的货轮才会进来。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这个美国也一直在讨论说，中国发展很多滚装货轮，它滚装货轮就是战车可以持续下来嘛。那如果说是有这个水桥船的话你看它前后相连接，它前面那个甲板放下来，后面那个甲板放下来，那跟后面那条船又连接在一起，大概就可以连接很远。我举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台中有一个风景区叫高美湿地？那你想想看，高美湿地。那个船根本就开不进来，因为它水深大概只有到膝盖那么深但如果说这种接驳船在外海之间它用这个一条接一条，是不是就是战车直接从这边就直接开上来了？直接从以前我们不认为那个地方可以登陆，像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就我们把它归类为绿色沙滩，就是不适合敌军登陆的地方。红色沙滩只是因为它 LST 可以上岸。那如果说是有这种船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海底坡度的限制，它所有的沙滩、所有的海岸，它的战车都可以接上来。那你看，如果说等于说这些船连接在一起，就等于一个海上的浮动码头，可以有利它后续不管是重型战车、后勤补给品源源不绝的上岸。那对我们来讲，威胁是很大。所以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如果说以防卫作战来讲，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是最大的。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